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伟哥。今天用西葫芦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下饭菜。如果按照我这个方法炒出来以后，就算是拿来招待客人都非常的有面子，比饭店做的好吃又下饭。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的制作方法吧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西葫芦、木耳、鸡蛋、西红柿、辣椒、生姜、蒜。首先我们准备2条西葫芦，把头部和尾部切掉一点。夏天是西葫芦大量上市的季节，这个时候的西葫芦是最鲜嫩最好吃的。把西葫芦1分为2， 2分为4，然后把西葫芦的瓜瓤给它切掉，不要因为它比较容易出水，我们就切掉不要了。切掉以后再斜刀给它切成片，因为用斜刀切出来的炒出来才特别的好看，也比较容易入味。把所有的西葫芦全部切好以后，切成我们手中这样的厚片就可以了。片切好以后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要往里面加入1勺食用盐，然后下手给它抓拌一下，抓拌均匀。我们要用食用盐，提前把西葫芦给它腌制一下。好多人把西葫芦都是焯水，其实我们只要腌制一下就非常的鲜嫩了。把它抓拌均匀，腌制15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碗，加入1把木耳，再加入1勺白糖，倒满50度的温水，将它浸泡一下。白糖能快速的促进木耳泡发。接着我们准备一些大蒜，给它切成蒜片。蒜片切好以后再改刀剁成蒜末，我们要剁细一点。蒜末剁好以后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1块生姜，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姜丝。姜末切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。喜欢吃辣的再切几个小米椒，把它切成小圈。小米椒敲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个西红柿，然后准备1只筷子插进去，插进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把煤气灶打开，然后把西红柿放到煤气灶里面烤一烤，这样就能听到啪的一声，西红柿的皮就裂开了。这样能快速的把西红柿的皮去掉，而且这样去出来的西红柿的皮非常的干净，所以我们用手轻轻的撕一下就全部撕掉了。西红柿的外皮去掉以后，将它清洗一下，将它对半切开。切开以后把硬心切掉就不要了，然后再改刀切成厚片。这里的片我们稍微的切厚一点，不要切得太薄了。片切好以后再改刀切成小块。西红柿全部切好以后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调个料汁，1勺食用盐，99粒鸡精，少量的胡椒粉，再加入1勺蚝油提鲜。最主要的是加入1勺生抽，玉米淀粉1勺，倒满1小碗清水，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我们提前调个料汁，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。料汁搅拌均匀以后，我们先放一旁备用。这个时候我们的木耳泡发好了，加入1勺面粉，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把木耳中的杂质和灰尘全部吸附出来，所以我们下手给它抓拌一下，抓拌均匀，抓拌均匀。我们直接放到一个大点的碗中，再倒满清水，再一次给它清洗一下。我们要把木耳全部给它清洗干净，把木耳中的杂质全部给它清洗干净，控水捞出来放到碗中备用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西葫芦也腌制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腌出好多的水分。腌制好以后，像这样子就怎么捏都捏不断，这样就非常的鲜嫩了。然后我们再倒入清水给它清洗一下，焖把西葫芦的盐水全部给它清洗干净，这样吃起来就不会太咸了。
而且炒出来以后就非常的鲜嫩。清洗干净，将它挤干水分，放到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把锅中的水烧开，加入1勺食用盐，然后用勺子将它把食盐搅拌化开。化开以后，我们把木耳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。因为木耳是不容易熟的，所以我们给它焯水，焯个1分钟左右。1分钟过后，我们把木耳将它困水捞出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打入4个正宗的母鸡蛋。鸡蛋打进来以后，我们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我们要把鸡蛋搅拌成鸡蛋液，搅细腻一点。最好是用筷子跳起来打，这样打的会更均匀一些。搅拌均匀，我们先放一旁。接下来起锅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。油热之后，把鸡蛋液放入锅中。这里我们开小火，慢慢的给它煎制一下。我们要把鸡蛋液慢慢的煎制，煎制成块，这样煎出来的鸡蛋才比较鲜嫩，而且吃起来也比较入味。煎制成型以后，我们再将它翻过来，给它翻炒一下，然后用铲子将它铲成小块。铲成小块以后，再次给它翻炒一下，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先出锅了。然后先将它盛出来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起锅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。油热之后，把姜、蒜末、小米辣全部放入锅中，给它翻炒一下，炒出蒜香味。炒香以后，再把西红柿加进来。西红柿加进来，开大火快速的翻炒一下，把西红柿炒出多余的汁水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呗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炒香以后，我们再把西葫芦加进来，然后我们开大火快速的将它翻炒一下，翻炒均匀，让西红柿和西葫芦融合在一起。然后我们把木耳加进来，木耳加进来以后，继续开大火快速的翻炒一下，翻炒均匀，把木耳炒至入味。翻炒均匀以后，再把鸡蛋加进来，把调好的料汁一起加进来。这里我们要开大火，快速的将它翻炒一下，翻炒均匀了，把所有的食材给它炒熟，炒香就差不多了。翻炒均匀以后，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出锅了，将它装入碗中，我们就可以开吃了。鲜嫩又好吃的西葫芦炒鸡蛋就这样做好了，这样做出来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，就算是家里来了客人拿来招待，也是非常的不错的。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主要是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又卫生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